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人的经历。我从小的时候呢，就是跟奶奶在一起待的比较多。你看晚上有时候，跟奶奶一起睡，有时候上厕所陪着我，特别是上晚自习要求，同学们在一起组织学习小组的时候，奶奶在8、9点钟的时候，必定在我们小组的楼下等着我，然后把我背回家。因为我胆小嘛，我不肯在地下走，所以他就把我背回来。奶奶的善良，对我的爱护啊，教育还是蛮深的。我们家那时候9口人，你爷爷也就拿100几块钱啊。除了你小叔叔没有上学，都读书啊，从小学到大学都有。这样子的话，奶奶一般都不要我们做家务。看到奶奶辛苦，出于帮助，家务事的话都是我做的多。我在家我也不喜欢出去，陪伴奶奶成了习惯了，就在家待着做家务。所以我们对我们奶奶比对你奶奶感情深。她确实的话，只晓得去外面干活挣钱什么的。54年到了武汉，57年说在武汉上小学，我的成绩一般还比较好。每次一下了课以后，老师都叫我们那个到办公室帮他改作业，一直到62年搬到南京的。就到南京以后的学校太烂了，学生不爱学习，站不倒了，老师无法授课，所以我就凭着这小学1年就5年在武汉打的基础，考上了那个公办那个学校，成为班上的唯一的几个考入中学的学生。我们这一届还就这一个班，50来个同学，毕业的话不到一半，考取中学生可能都没10个。考取公办的话，大概只有5、6个。你说大小子弟，他家里有条件嘛，他没考上公办学校，上民办。你那些其他本来就没有读书，他也就不读了。原来是在企业内部的大社会里头，我做的是企业学校。后来到南京以后，真正和社会融在一起，那些学生家庭很困难，尤其是60年、61年、59年、6年困难时期时候，我倒是没有挨个。我穿暖肯定是穿补丁衣服，那这个冻是不会挨冻的。我奶奶的时候话自己种地啊，所以我就帮着奶奶浇水嘛。我们家的话也没有缺吃，虽然不是很好，但是不缺吃。种南瓜，一家人弄一碗面，打点面疙瘩，那粮食还是不够，其他全是南瓜。后来好了一点呢，就是有什么大头菜也是把它切了以后，就放到饭上面蒸当饭吃。我们在那里开荒，奶奶她因为是农，在我们后山坡上有一个荒废的地，那时候的话，那是乱坟坑的。那时候别的地方平的呀，就盖了楼房，我们家属住在这后面，但是我们最后一栋以后是个山坡。那时候桥那引桥就顺着我们后面那个山下来的，那武汉长江大桥嘛，顺着那下来，就在那山坡上，困难时候就是开荒，自己种的菜啊，种的那个什么瓜果，所以我们都不挨饿。那时候我们种的莴笋呐，又不会腌，烂了就倒都不心疼的。人家是看我们家南瓜种的有像脸盆这么大，一到冬天10几个摆在窗户底下，人家要就给人家，但是起码我们要保证我们自己能有饱饭吃。那时候都不想说想卖钱的什么，好像没有这种想法。而且我们奶奶这个话种来的南方品种呢，又甜又面，所以不难吃。不难吃的话，我们就能吃饱啊。你不像人家吃野菜，我经常跟小伙伴到后山上去挖野菜，那个什么槐树叶什么，你奶奶都不要，所以人家都喜欢喊我一起跟他们出去，我也知道玩，就跟他们跑出去，也帮他们搂花呀，帮他们挖野菜，我也不要。我们家也不吃这些，因为我家种的有南瓜，种的有蔬菜、玉米啊什么的，种的大冬瓜，那一个都有20、30斤的。确实像我们这样家庭还是比较少的，大部分还是不够吃的。有的人一直生活在城市里头，他不会种，因为我们虽然也在城市，但是我们的奶奶是农村的，我们的奶奶那个在农村耙地插秧干什么，一把好农手啊。在我的印象中，穿衣什么的，一直到下农村，我自己可能都没有为自己做过衣服、买过衣服。就是大姑后来70年的工业券，她工作了，工业券给我买了一件的确良，我其他全是穿她剩下来的袜子、鞋子、裤子、衣服。
新老大救老二嘛，不该我赚老旧的嘛。中学3年还比较平稳的，同学没什么比较特殊的，就自己学习文化。学习知识我没有像人家那么难什么的，成绩反正就不是拔尖的。到了初3了，正好66年嘛，刚刚那个初中毕业考试完，后面要复习等于中考了。516通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考就没考。那时候爷爷还跟我讲啊，我们家庭情况摆这个样，你看你是想上高中呢，还是什么的，那是有点困难。但是呢，如果你能考上高中，要想上高中，我就勒紧裤带。既然供了他们，不供你好像也不公平。他也不想勉强我，当然希望我能够早点读书上。那时候中专的话，差的3年，好的4年。你尽管供的话，也就供4年。那他们大学毕业，我也中专毕业了。你这样一说吧，我心里就很酸了。本来父母就很辛苦，一看家庭这种情况，下面还有3个呢，都在上学。尽管是免费，但是书本费啊，你这练习本啊、铅笔、笔墨纸张还得自己买吧，不是钱呐。我想了，他肯定是有难处，他压力大了，不然的话他不找我谈呢。我自己虽然没说吧，我说反正到时候看呗。我想的话，那就读中专好了，考中专吧。因为我们同学的姐姐在我们高1届就考的铁路，苏州铁路师范学校。我说那就考个中专呗，中专我是有把握的吧。所以我就呢不表态，闷着头做事情也不管的。后来不考了，还高兴兴奋的要命。哎呀，这个不用考试了，开心的。搞文化大革命都写大字报啊，到时候搞批斗啊，这喊口号什么，这个东西我参与了。到后来什么搞打砸抢啊，什么抄家的，我没有去。文化大革命动静是很大，但是那时候要稳的文化大革命，又是以说理、宣传、批斗这种，但是搞着就走形了。一讲话，你上山下乡这么难，这么就是那毛泽东他一挥手，有带强迫性的，有不情愿，但是也不想在城市里头。你想看66年、67年武斗什么的，我就在家帮着奶奶纺线呐，纺线交上去以后，他们织那些再生布。那时候话困难时期时候，农产品啊什么东西都受影响，就产量不。反正纺一斤线给几个钱，一个月大概我跟爷爷跟你奶奶我们一起还能拿个30-40块钱，那好歹能补助这一些柴米油盐呢。到68年，所以就不想待在家里头。怎么要我们4个面向把我们招回去？一个红旗4个面向，参军的、到工厂的、到农村的，还有就是留校的嘛。参军，我说哎呀，差2个月。要是51年的元月1号，我就有资格去报名。我也想报名去参军，我这资格都没有，多那么40天。刚刚开始，我就等于是第2批，我就说到内蒙的时候是第1批。我说我不去，我说我手掌冻伤，像到内蒙那冰天雪地，到长城以外去了。我说到那去，我是接受平安中再教育，还是人家照顾我啊？我什么也不能干了，到时候肯定不能好下场。我不能干活，谁还能说你好啊？我说我不报名不去。后来就到农村去，正好我跟我们楼上那个姓刘的嘛，他爸爸是那个什么干部科长，所以我们玩的比较好。他们家姊妹5个人，玩的比较好。我们是一届的嘛，一样大，也就是说我们约好了，我们2个一起到农村去，然后在一起住，一起吃，回来什么方便，生活用品我们也能在一起。要是他带盖的，我带电的，还是怎么的都好说。结果一看，我们那个班主任跑来一看，因为爷爷躺在床上，就提着你看我这样子怎么让他走？我刚刚出院回来1个星期，他倒是省事。现在不能走的话，那就看看下一批吧。虽然是我就跟那个他就没有一起下农村了。爷爷那时候担心的话，就说到农村去，一个我那么小，没有干过什么农活，而且在农村的话，那边苏北又冷，那我吃不消。本来想叫我回老家，回广西，回到那里有个亲戚朋友照顾也好啊。结果太远了，谁送我去呢？也没人送我去。那时候后来也没有免票了，所以也走不成，只有随大溜吧，这样子集体送车。后来是有农场的去不去？也想了农场它毕竟是国营农场，它当时有体制，命可以不要钱呢，有工资啊。
生活有保障啊，所以在这边下农村就到了苏北，到农场去了，待了7年半，结果8年嘛。你比如那刚到农村去说，我就觉得他们就把那个毛主席那个坐像啊摆到那像个庙一样，那个什么一个台子上摆，几个知青在就嘀咕了，我说哟，你这搞的把毛主席像神一样供起来。所以为那个事情有一个议论以后，差点当反革命分子批斗了。那时候刚下去2个多月嘛，还没有跟他们融合的蛮那个。我们几个知青一天到晚裹在一起干活，我们有几个在一起，不愿意跟他们那个分开。后来他们农民带我们以后，他就教我们这些，帮我搓麻绳啊，我就在这跟他们做鞋子，做的那个鞋底啊什么的，然后做了几双布鞋，拿回来给奶奶、给叔叔他们。而且我们会打毛衣以后，他说那你们那年轻人怎么教我打毛线？教了半天也不行，他们也没时间，回家要养猪，要种地，白天还要跟我们一起出工，所以我们就帮他们打毛衣。我们那时候在农场的话有机械化，一般播种是拖拉机，耕地是拖拉机，我们这就是做辅助。比如棉花播种完了以后呢，那个盐碱地接上大盖子，我们就弄个小棍子，就沿着那个棉花行子把那个接成盖子的都把它捣碎，让这个苗出来。很小心，因为你用劲一压，那个土筷子就把底下那个苗脖子搞断了，那个苗就断根了，断颈子了，就死了。有的种子多的话一起顶，还能顶开点裂缝；有的像种子少的还顶不开来，就要靠我们在借助那个雨的潮湿，慢慢弄小棍子、小刀子什么，就把它的土松掉，让它冒出来，就这样。这是棉花，麦子不要我们，麦子它都是机器播、机器耕的、机器播种，我们就不管，我们就搞棉花。然后那个这就是收割的时候，那就说要人工。拿镰刀割，一人站一段，一人站一段，1米宽，因为那个机器啊要走，要把这个道割出来，割了以后把边上，晚上的话就弄绳子，还要把它背回来，背到那个晒谷场上面，还是蛮辛苦蛮累的。在忙季节的时候，那晚上白天连轴干的，人家要扒一层皮。后来又是引种水稻，我3月份把棉裤卷起来搞那个稻板田，我还插秧拔秧。跟他们准备谈比赛，我干活还是一把好手的，我不惜力，所以农民对我还是挺赞同的。我们70年的时候，那年下冰雹，眼睁睁看到麦子长在地里头，全部都打到地下来，农民哭啊，到手的粮食都没来得及收到的，吃的那个麦子都是发了芽的。人家农民就说：“你看看这麦子比我们下种的时候都厚实。”它这个土地里头又不像水泥地，还可以扫起来，没法扫啊，跟泥巴和在一起了。有的还没有收，就直接在那个麦秸上就发芽，生绿苗就出来了，还不得收进来？有收进来的话，就用那个火炕，不然的话堆着那就发霉了。所以那时候的农村的话，我们还是干的比较难。但是我们知青又跟呢，有时候晚上特别是秋收，我们就在桌子底下，我们知青在一起就是唱月亮在白莲花般的雨朵，我们自己唱啊，他们农民也听着，哎呀，你们唱的真好听，教我们唱的，当时后来教他们文化，给他们办补习班。有跟我们同龄人都没上过学的，那时候重男轻女，男孩上学，女孩都不读书的。我们就给他办名校，帮他们辅助文化，所以在里头就是想想每天过得还是蛮快乐。但是回头一想，我们就这样1年又1年又不甘心，所以有上学机会都很想争，但是太少。那时候所谓是要贫下中农评议，贫下中农还不是干部，他名上就开个举行的形式，还不是干部指定谁去就谁去，所以我也没有这个机会。本来我是跟我们楼上的那个姓刘的一起下农村话，就给抽上来就回大教局了。结果就因为我是到农场，他们是下农村，他们抽上来了，我农场不给抽。跟我一个连队的还有个处长的女儿也在我们农场，不也抽不出来。最后他家走后门，把他过继给他叔叔，然后到南昌铁路局找上来。最后爷爷来了也找了农场的说，那是这是国家政策，我们不能违背，也没办法。你户口迁不出来没办法，迁不了户口，单位也没法招收你。那时候粮食都要计划的，你没户口，你没计划，粮食没计划，所以不行啊。最后他说你顶职可以，
76年爷爷病逝以后，马上侨处就来办，农场就一句话放了。那也是那个大教局要人，他是三侨处想办学校要成立支部，他不好从工人抽太多人来。一看就觉得我那个是党员，他就要了三侨处。最后三侨处到了济南，待了1年以后完工了。77年到了武汉，78年、79年，邓小平上台以后就说职工没有证书、没有文凭，胡乱上岗不行，重新来补，要补。又把我们从学校抽到侨处工会来搞职工教育。我从武汉就调到广东去了，到广东以后也是那个原来这个老师傅他认识我爸爸呀，所以人家公办的一个徒弟嘛，那个什么，他等于是个技校毕业的，他都电工技术比较好，他们那个主任车间主任就介绍我们认识。大家觉得一个年龄比较大嘛，都能合适，谈得来，不就这样参加了呗。最后有了黄段以后，看看既然搞职工教育有些工作需要，接着我只有个初中文化水平，觉得这很不称职也不对等，只好有个电大嘛，我就这样子半工半读考电大。经过领导申请以后同意批准了，去报考。当时领导心想吧，不见得考得上，也就批准了。结果我们一起4、5个人考，只有我跟那个男，我们俩考上。考上了以后，我去交学费，拿去那个单子回来报销，那财务就始终不肯报销。他说有文件规定啊，你什么不行。他找了半天文件也找不出来给我看。他说这样子吧，那你叫处长批。他那意思好像你虽然考上了，也许是碰巧碰上了，那你还要能读出来才行，你毕业了才能报销。我心想，一半的工资给你奶奶，我说我那钱还能攒到那个时候吗？既然找处长，我就找处长批过来，他们都没办法，看了以后直摇头。我就去天天晚上那个有时候就晚上上课，白天工作，半脱产，很少请假，下午有课就请假期补贴，基本上都是晚上去上课，一个礼拜3个晚上。那时候我自行车还不会骑，硬着头皮跟人家后头骑自行车。去的时候天还不黑，还无所谓，特别是到10点钟下课又回来，马路上没什么人了。我说我一个人走到什么时候啊？起码要个半小时，我也害怕呀。没办法，硬着头皮就跟着车子，拖这个车子跟着后头跑。我说我有时候开玩笑说的，就是拿不到文凭，起码我的自行车驾驶证可以拿到了。那个最后毕业还是拿了证书。我拿不到证书的话，我的学费单位不报销啊，我能不用功吗？所以我黄纶节的时候才1岁多，给他订一个杂志，他也在翻在看我每天背书什么。我说你把个书盖着脸干嘛？他回我一句，我背书。好，我背我的书，你背你的书。所以我的行为呢，起码给孩子也树立一个榜样。85年的时候搞的，88年我就毕业了。毕业以后，侨处就把我分配在就不回职工学校，因为我这有文化那个程度嘛，就把我安排在侨处的机关。那个因为是党员嘛，管文件、管资料，要有东西，我就到侨处办公室。结果后来你姑父要回武汉修2桥，他把黄段接来，我考虑到他带不好孩子的，所以我就只好退出，回到武汉。完工以后就要我们下岗了，下岗以后小姑给我找的学校，在学校里当支教老师，那个生活管理老师，就一直干，那顺便还把你带着。我基本上我拿的下岗的工资很少，所以我这边下了岗才又来找了第2份职业，到学校去做生活老师，也就拿300块钱。但是他管吃管住，那时候姐姐上学，我这是300块钱就是给姐姐的生活费，要学校要学费，就是我的那个下岗的退休工资作为他学费。所以那时候给你奶奶钱我也没钱给了，所以就带着你就跟着我一起在学校里头嘛，好在都是熟人，他也就默认的允许，我就没有花费了。
甚至有时候把他们收集一些学生丢的那个打扫卫生，收集一些废纸废品，卖废品作为路费，坐船票嘛，那几十块钱呢，30-40块钱，然后坐船，你呢又不要船票，就带着你从南京回武汉，然后在武汉又返回的话，就你姑父出钱了。从你1岁开始嘛，那就是说，让奶奶照顾你。那时候还不怎么会走路，我说我为了那减轻奶奶那个负担嘛，我就那个把你带上，让黄小哥哥呢，他能比你大，他会跑会那个的话要好一点，就他有时候偶尔的叔叔带过来，照顾照顾，让奶奶放松放松。那时候开学了嘛，你上幼儿园了，奶奶也不用怎么带你了，所以放假了我就带你回武汉了。不是一直都跟着我，所以这样的话，我就说考虑到给奶奶一个休息时间。再说我带小孩比他们有经验一些。你那时候在家里，你爸爸什么就把你大姑建议什么把你送到什么全托儿所，我说真是把你耽误了。没有钱还上那种学校，人家有钱就学弹琴、学唱歌、学的跳舞的。就把你又甩那去玩积木什么，啥也没人教，啥也不会。我说你这3年白交钱，你以为送进去就那个了？我一想，我看你那样啥都搞不明白，搞不清楚。我说这个搞的上什么幼儿园？讲起来还名牌啊，什么不错的什么，什么都搞不明白。后来带着你说，你因为年龄还小，在那个西峡中学的时候。对面对记，结果叫你写作业，还反问我什么叫作业，叫你快一点，什么叫快？哎呀，我说你这是学生还是吧？连幼儿园上了几年，啥都不懂，啥都不会，什么意思啊？真是，好歹算是磨出来了，天天跟着你后头。老师布置你作业，我还要去跟老师咨询作业是什么，回来再指导你写作业。看着你，然后我要照顾那些大学生放学回来在宿舍里头的安全问题啊，或者有什么矛盾的解决啊。你比如有一次晚上，那小孩住校嘛，住校生病了，就我一个人，又没办法，我就安排几个陪他一起去游玩，安排的人比较多，4-5个人陪着他，一个是照顾他，另外也考虑到人多安全一点，我就一直在等着他们到1-2点钟回来。问问情况好转了什么的，这才安心。所以在学校里头还是蛮那个的，一直做的还可以，领导也没有说什么。后来也是因为你上学，上1年级后，在那就读了半学期，得了一个资格，要到那个姚化门中心小学，所以我又回过头来，到了那个顽疾奔场，来回了姚中。那真是你在姚化门就天天骑自行车送你，晚上下课要去接你，班的好歹就待了1年吧，时间不长。后来那个你小姑他的那个校长又把我又招回了那个什么姚化门那个中专学校，我又到那去。那时候你就上3年级以后，我就不需要送你了，我就把你天天送过马路了，说我不能陪你了，也要锻炼你。有一次不是吗？你放学的时候说把围巾搞丢了，还是把帽子搞丢什么的，半天呐，我都急死了，等啊，着急的很，什么搞该放学怎么没看到人回来？怎么？后来我把这边学生上晚自习安排好以后，我再去找你。你说我围巾我说你不管丢了就丢了吧，你赶紧回来呀，你该吃饭呢。你找了半天你也没找他，有什么用呢？你这。所以一举一动都要手把手的要教会你。现在后来我不是要求你吗？我说星期天我如果要值班不回去，我们就去打乒乓球。你还有印象啊？有时候后来我就讲了，你都上3年级了，上4年级了，我们2个分个工。如果是休息我不回家了，不回去呢，就该你洗碗了，我休息。平时的话吃饭什么东西的话，我不要你做。所以我讲的，你只要你会洗，他不指望你全会，但是你该动手要学会，要做点事情，要知道互相帮助、互相体谅，对吧？之后因为那个你小姑退位了以后，就在那个实验中学去这学生会当主席，然后
他又把我们带进了那个实验中学，所以你那时候小学6年级都没上。这样子的话，为了照顾你，我又跑到附校来当生活老师。这样子吧，一个方近，一个话呢，这边收入比那边高多了，这边拿1000多，那边话只有我上晚自习才有500多，所以也是一举两得好事，就一起到附校。结果后来你初中毕业以后，你又不是又到那个麦高桥上高中去了，我就没有跟着去，就一直在附校。在附校的时候，有个台上的小孩在那生病，我看他在那话一想啊，他们是台湾同胞嘛，我就给他家里面蒸的鸡蛋。他可能是小儿子对他特别宝贝，大概他把这个情况跟他家人说了以后，他家人特地送了1盒糖给我，我说我不能收。结果后来他在临走的时候吧，他拿了2件羽绒服来给我，他说你看我家人给我搞错了，给我寄的是女士羽绒服，他非要给我，我说我怎么能收呢？我说我不能穿呢，你都是年轻的样式，我这么大年龄。他说那我也不能穿，我是男人。他就说，后来我说这样吧，你既然非要给我，你的情谊你的礼我收下了，我把它转交给学校里有需求的同学，送给他们。我就这么又转出去了。那时候因为你初中毕业，想想你考高中了，没有事没有假期作业了，好好玩一玩，散散心，鼓励休息好了，然后就上高中。所以我就跟着我带你去了一趟广州，带你去开眼界吧，花不了多少钱，这样子我就带你，我们2个人一起，你还忘记了？后来在广州找来找去找不到那宾馆，好不容易哥坐个3轮车，人把我们送过去以后，他又说你没有身份证，又把我们原来订好的房那个房间又改到那个后楼里头去了，哇，对。后来没有话，你还记得我们到了肇庆花都的时候，后来跑到公安给你补办了一个证明，那时候住旅馆都要身份证的，你还记得吗？带你在花都那天在花吃早茶，那个朱平请我们吃的。60岁了后，人家说要清退了，就回来了。后来又到那个什么南京邮电学院的图书馆当管理员，搞卫生工作。